大家好，我爱阿抓子。今天是2020年3月29号，星期天。今天是我做的有关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2020年的第4期。其实今天这个和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没有太大的关系，也是有点关系吧。今天我做的题目是谁在做川普的假推特，在微信群里边骗人啊！今天我做的题目是谁制作的川普的假推特啊？你们看，就是川普的这么一个推特哈。对对，你看我把我的那个首页也改成这样了，就是我收到的这么一个假的那个推特。推特这是我在微信上收到的。我现在说一下这个过程，因为有许多人来问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我既然这样做了，这个不是我做的假哈。首先我要声明，因为有人怀疑我做假，这不是我做的假。你看，也有人也在其他地方也收到了不一样的川普的推特啊。我收到的呢是这个啊，当然这是后来 fake， 我加了那个字哈，无敌的。这个推特是弟兄姊妹们哈，我以前跟你们说过。我不用微信，我微信是几年前用过吧，后来它不安全呢，我就没用了。没用啊，我是用我太太的微信呢。我太太她其实也不怎么用微信，她的微信其实是我在管理。为什么要用它？因为主要是小孩上学嘛，小孩上学那个家长群有时就问一下消息，互相之下说一下作业啊之类的。然后比如说小孩去画画呀，问一下，因为那个画画的老师在那个群里边啊。然后最主要是这个，为什么这段时间问那个微信群呢？说起来，我为什么非常生气？我收到这么一个假的推特，假的一个推特是由于这段时间就是这个 Chinese virus 嘛，就是武汉肺炎嘛，就是川普把它说是 Chinese virus，这个也是和这个有关的，就是新冠病毒，新冠病毒。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开始爆发的时候，作为华人，我们当然知道中国的大陆的官方那些数据是作假嘛，所以说我们非常的警觉，非常警觉。我们这儿每个华人，包括我一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再也没到华人超市去买菜了哈。然后我出门呢，包括太太上班都是戴口罩啊，戴手套这些，后来才戴手套。然后我们也是在网上要求签名把学校关了，因为小孩在学校读书嘛，然后又把边境也关了，但是人微言轻啊，最主要的原因呢是最开始这里的华人要求多伦多华人嘛，要求把关那个学校，或者是说要隔离从中国过来的人，然后就以那个就是那个学校以种族歧视哈，种族歧视，你看种族歧视这是一张牌哈，后边会说到，以种族歧视就拒绝了，以种族歧视都拒绝了，拒绝了之后然后这华人好像一下就蔫了，然后就各种这个大外宣就开始出来了，在微信上嘛哈，然后最开始我是给我的那些熟人说，你们不要回中国，非常之危险哈，但是那些熟人因为后来就是由于这个，他们去请愿说要隔离这些人，被政府给打压之后，说他们要把种族歧视哈，因为过来肯定就是要隔离华人嘛，然后他们马上就没有脾气了，然后可能这些大外宣就开始运作了，然后任何有关这些的，只要说那个疫情很严重的，都会被嘲笑所以说当时我就在网上，我看见有人在 TDSB，你们可能最早去查我的这个推特，肯定就应该看得到。那个 TDSB 就有要求，有个人可能是个老外，就要求就是停学校嘛，然后我也发了这个，我就转发之后，然后我就在微信上发，我就要求关学校然后我以前的那个就是其实都是我太太的朋友就是我太太的朋友，他我刚在头天劝说他已经放弃了回国的飞机票，他第二天看见我这个之后他就来嘲笑我，
因为他们不是受了打压嘛，害怕种族歧视嘛，就来嘲笑我。川普把我气得够呛，哎，我一心好心，他就在嘲笑我，哎呀，我不能推这个。然后我进了好几个他们的那个我太太的那些群啊，都是来嘲笑我说你要隔离，你要隔离，你自己隔离，你小孩不上学，你自己不上学了，你凭什么要学校？无关学校。还有一种干脆说你得了病之后你自己看医生，没得病就去上学，把我气得够呛。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太太的熟人给删了哈，一看就是大外宣嘛，就是淡化这个病毒的问题。当然现在的病毒非常之厉害了，然后多我今天没有看，好像是1000多了吗？还是多少啊？我没看，加拿大应该是有1000多了吧？看看51上面是多少？这就说个引子。所以说，因为我本来我知道微信上是岁月静好嘛，所以说我当然就非常生气，我就不用微信。然后我在我小孩的那个学画画的老师也是发了要去关学校，也有人来嘲笑我，还有人来嘲笑我，把我气得够呛。然后我也直接从那个我们画画的老师给退出来了，我知道是大外宣嘛，直接从那画画的老师退出来，我就不上了。然后把我所有的我太太的那个所有的那个群吧，就是所有的就是我的那个微信群和朋友的微信群我全部屏蔽，我不看他们的，也不看别人的所以我都没看。当然后来就越行的很严重了。然后我太太的有一个朋友，就是在路上认识的吧。路上认识的人的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个人呢，他就发了一个签名就是当时川普应该是在3月16号吧，反正就是那一天3月16号就发了把那个病毒称之为 Chinese virus。为什么称之为 Chinese virus 呢？就是中国外交部的那个发言人就是赵立坚嘛。赵立坚他甩锅嘛，他说那个病毒是从美国带到武汉去的，是美国的军人带到武汉去了。当然川普都非常不高兴啊，然后就把他就以那个产地的方式叫他是 Chinese virus 嘛。Chinese virus，这个问题当然Chinese virus 这是没有问题的，是一点问题没有。作为我们生活在海外的人，我们也不觉得有种族歧视哈。也许就是说别人会想起会联想到这个，但是我们觉得这是应该的，因为他是对那个外交部的那个发言人嘛。当然他也不能叫 CCP 病毒，因为川普他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他不可能以政党的方式去怼啊。如果川普他是共和党的党魁，那么他去怼那个说是 CCP 病毒，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他叫 Chinese virus 你不可能让他降低身份嘛，你当然是国家对国家嘛，他叫 Chinese virus。所以说网上的那大外宣呢，就这个时候就开始造势，把这个往那个种族歧视上面引我知道看见有一个的推的就是那个方舟子就是我说的以前那个机电被我两个字呵呵的吓跑的那个机电呢，就是和方舟子成名的，他就故意的就把这个 Chinese virus 翻译成华人病毒华人病毒。当然这些我都还没开始看那个推特。然后后来不是那个就是有个叫印地的人嘛，其实我也不怎么看他们的节目我也不知道，包括在网上我也不怎么关心那个郭文贵他们的那个团队，因为郭文贵他不是基督徒嘛，所以说我不怎么关心他们的团队当然他里边公会团队里边有一些基督徒我想这些都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也许没有重生得救，也许是基督的糊涂吧，就是糊涂的他们要追随别人去造反那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也和我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因为我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最主要是涉及了牧师和教会和有关信仰的，他们本身这些作为一个小虾米不是我关心的事情，不是我关心的事情然后我在传那个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他们的人，比如像 DT 还有安红至少还帮我转过，所以说我也没怎么关心他，我也不知道。然后印地我当然知道他好像他是维族人嘛，他看他长相嘛就是维族人，我看过他几次，他就是做那些直播我都没看完，都没看完。当然这是后话后话我先暂时不讲。好，然后我就收到了这个推我把它
哪儿去了哈？就是反正就是收到了这个嘛哈。好，我就收到了，当时我就有一个，就是说我太太在路上捡到的那个熟人呢，就给我发了一个签名，说要川普道歉，嘿嘿，说要就是要川普说不能说签里边就是种族歧视哈，种族歧视啊，然后我一看这当然不能签啊，这也涉及不到是种族歧视哈，然后我一看这就是大外宣的手法嘛，然后我就没理，因为我太太的那个微信里我也是有时看一下，有时不看哈，有时看一下，有时我也不看，哎，然后啊我也没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好，就是发这个推，就说川普已经道歉了哈，川普已经道歉了。我一看，因为我也在推特上嘛哈，推特上，哎，我说川普作为一个总统，他不会轻易的道歉，就像那个习近平，他作为一个国家的皇帝，就像中国的传统一样，皇帝开了金口嘛，就不能随便说改来改去啊，不会朝令夕改的样子，我就不相信他是道歉了。但是啊，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像，因为我也经常上推特嘛，哎，看起来也很像，我又看不出来，然后我就在网上去找哈，然后网上看，我说这个肯定是假的，因为我第一感觉就是假的。当然，后来有一个人，后来是美国的一个议员吧，好像是说我后来会说到他就说为什么这个是个假的呢？因为他开始说apologize 哈这个单词，我作为我英语也不怎么好哈，作为第二语言，我当然看不出来有多大的区别，我只能看得出来它的是什么意思哈，什么 regret 啊，什么 sorry 啊，或者 apologize 有多大的区别？我当然知道 apologize 是非常的正式的一个东西，那是相当的严肃的事情哈。我一看，当然就是假的嘛，我是假的，但是我要证明它，哎，所以说我就在网上找哈，你们看见没有？这有一个网址一模一样的，这个网址12396855093169664。然后当然呢，我这本来就上推嘛，我就上推一找上推一找，好，我就上推一找，然后这就是我找到的那几个比较的。当然我开始是一个一个的翻了，我也是翻到了那一天，就是那一天哈，就是他的这个推的这天是哪里？就是16号嘛，这应该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几啊？你们自己查一查，我看看是16号是星期几？哦，星期一。好，就是这一天，哎，16号嘛，哎，然后我就一看，我硬是找到了那个6月5下午6:51，然后16号2020，就是川普的这个推，哎，这个还有啊，我就说这个前里边还有啊，这个时间也是一样，我当时没打开嘛，哎，我当时就认为它是假的，然后我看着直接找地址，地址你看没有？哎，这个我截下来没有？你看那个时间是不是一样的？你看。6:51，3月16号，这也是嘛6:51，3月16号一样的哈，然后我就直接找地址，因为那个截图没有，地址你看没有？这是假的哈，假的这个地址12什么64，刚刚什么64啊，然后最后我就做了个对比，就是这个60哈，64当做是假的了，之后我就给我太太的那个路上捡的那个熟人呢，就跟他说这是假的，因为当然我没比较的时候，我就说它是假的嘛哈，我去上个厕所再过来接着做，我回来了，应该一直在录吧，没有说是那个哈，对，然后是假的嘛，就是我确认是假的哈，所以说我先把那个一个一个的看一下，你们自己比较啊，你们不用再去看了哈，所以说它是假的。其实我在比较之前，我就给我的那个太太的那个路上捡的那个熟人呢，我就跟他说这是假的，肯定是假的，然后完了之后他也没回答我他说是假的嘛，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个那个对比图，我说这个就是假的。就是大致不是这个样子的对比图，我就跟他说那个就是川普的那个原始真正的地址，我说你自己找，就是这个地址上不是找假的然后假的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是假的，那就是说川普没有道歉哦，然后但是之前的那个对话是这样的，
他是假的，我说道歉，我说川普道什么歉啊？我说应该是中国政府下台，然后中国政府道歉啊。那习近平，我没说习近平下台，没有说哈我就说中国政府应该下台，然后给老百姓道歉哈，还为老百姓的死去的中国人道歉嘛哈，死去的中国人默哀这些的，哎。当然他就没有回，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个真的一个就是有对比的东西就是发了一个那个真的地址嘛，然后他又回了一个，他说那就川普没有道歉，那就川普还要道歉哦。然后我就急了，我说凭什么川普道歉？我就刚才说那个话，我说应该是中国政府道歉啊，这个病毒是从他那里出来的嘛哈。当然从现在的资料是从中国病毒，那个病毒是从中国出来的嘛哈。当然具体是不是那是科学家要验证的问题，只是从现在的资料我们认为是从那儿出来的嘛。当然不管从哪里出来的，不管是从中国出来的还是从美国出来的，肯定和我们加拿大人没关系，要么就美国人负责，要么是中国负责，美国政府负责，要么中国政府负责，对吧？我们加拿大人和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没关系，肯定不能说我们是我们加拿大泄露出去的嘛，对吧？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一看那个大外宣的那种，我就非常之生气嘛。我不说我来之前的时候，我就已经和微信的那些人我就没有来往了，主要是他们嘲笑我嘛，把我气得够呛。然后他就又说了一句，他说那就是，我说这明明是个假的，对吗？我说是假的，他说那就是道歉了，他说这个还是涉及到种族歧视啊，他应该川普还要道歉。然后我就是非常生气了哈，我就生气了，我一下把他拉黑了，拉黑了就麻烦了，拉黑了哈，拉黑了之后我就给我太太说，我说我把你的那个熟人拉黑了，然后我太太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哈，狗血淋头我就不高兴了，我说这样的老成的人留在这里干嘛？他们也许是无意的在执行大外宣，但是这个最后肯定是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是谁在制作这个假的推嘛哈。谁在制作这个假的推？因为微信这些人是大外宣了，我就作为中国人，大家肯定都非常之清楚哈。那个微信是舆论是被带了节奏的嘛。然后我就上来之后我就发了前面的这些东西，你们可以去看好，然后我就发了之后说了这个过程哈，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说，你们可以点开，哪儿去了？好，我今天有点激动，就是就是这儿，我就先发了这个东西先发了这个东西。好，我最开始发了很多的，后来我也没太在意哈，反正生气的是我知道的大外宣很多的，因为我本身不怎么用微信嘛，然后我就把这个发，我最早还发过一次，后来我是删了，因为和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没什么关系哈，然后我就把它删了哈，我就把它删了，然后不过他现在还在这是我后来又补的，后来补的。后来我补的哈，然后我就也不是我非常之生气嘛，我非常生气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说了，但是又和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没什么关系然后我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是谁在白宫签名，发起的白宫签名哈，然后我当时的时候他给我发的时候，我上去看了一下那个白宫签名呢，当然我也没有保存地址，因为我把它微信的那个熟人删掉了嘛，删掉了之后我也看不到了，那些信息我也没有截屏，我就是把这个假的我截下来了，因为我假的我要把它给它传回去嘛，我说我来看看你比较一下，因为我要把它发到那个这个上面嘛，推特上面所以我截了，但是那个朋友的当时的签名的网址我没有记，不过我上去看了一下，当时有7万多人签名，好像也就一天嘛，这个可能是17号嘛。好，然后出来之后然后我也没管了，然后我就在网上发，然后我一看，出来之后就是这个出来就是这个，然后我出来之后就是你看，
微信大外宣反中国病毒哈，反中共病毒乘风潮，这是风啊，这是绝对是大外宣啊！我刚拉完熟人上推，就看见郭文贵也发该词，还怼英迪啊，气急不得出来绝逼大外宣。当然这是我的看法啊，这是我的看法我也不定他的罪，这是我的看法，因为我作为一个公民，我是完全是可以有这种看法的，因为的确是郭文贵他反对那个中国病毒这个词，就是千里说二十哈。他们都是往就是种族歧视这方面的引啊，其实就是执行大外宣啊，这是非常清楚的，不作为中国人都会清楚然后他就说印地不该把翻译成，我后来看了一下，他就说印地不该把千里说二十翻译成中国病毒哈，这个只能翻译成中国病毒啊。翻成中国人病毒那就更是种族歧视了。后来那个川普也是解释了嘛，他没有种族歧视嘛。你也不可能称华人病毒啊，或者换成唐人病毒，那就是更是种族歧视了啊。所以说那个方舟子他就把翻成华人病毒啊，这都是往那个上面引，都是要想就是说想挑逗民族仇恨。对我们来说，在海外生活了10几20年的人来说，这是非常之清楚的。其实我在单位上班，几乎没有感受到种族歧视哈。其实和老外相处，特别是本地的加拿大人，那是相当的nice，相当的好。反而和就是我们自己中国人哈，大家都还有点勾心斗角啊。毕竟以前的那些受的教育哈，那还是有一些影响哈。所以说本地的白人是非常好的哈，没有说有种族歧视。我想一个人心底想什么我们不管啊，只要他们自己不表现出来那就行了哈，自己不表现出来。但是我的确没有感受到种族歧视，就像我的公司里面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公司里面中国人不多，只有几个吧，然后主要是南亚人呐，或者是印巴人。就领导当然都是白人啦，是英格兰的后裔这些的哈。然后我一看，哎呦，这怎么就他了？其实我也不是很在意，我就发了这么一个推啊，反正我就把这个事实说到这里，我也没想到，他到底是谁发起的，这个签名，因为我根本就不关心嘛，因为我主要是关心，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嘛哈。后来当然。郭文贵团队里边有许多基督徒哈，有许多基督徒，当然他是和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有关系的，只是说我这期节目我不去展开它，因为我对里边的那个 DT 啊和安红啊，好像是比较有好感，我不想说他们，你们自己看，然后是。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过了几天之后我就看到那个小平头的那个推哈，我先推到这里啊，我先说一下这个过程。郭文贵，你摊上大事了，配合大外宣叫卡利西，我也没怎么看过他的推，我可能也把他封锁了吧，我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叫卡利西，白宫发起签名，要川普对中国病毒说法道歉。不久。和大外宣就是大外宣嘛，反正就是这个大的概念哈，具体是谁问？和大外宣又推出了川普已道歉的假推文截图在微信群传播，事情败露后又甩锅。因为我是看见郭文贵的一个视频，也是别人截来的哈，我就不讲了，你们肯定有，这个是网上有的。他说我一听到看着那个别人转来的那个卡利西的推，我嗡的一下脑袋就大了。然后就喊他删了，但是他的确没有提到是卡利西发起的这个签名，但是你以为我们情报部门是吃干饭的？查假推文截图的微信人员，这是一个典型的大外宣的事件。作为我们华人呢，以前我们看得多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惯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因为跟你传的人都是朋友嘛，都是熟人，你不能跟人家那个翻脸哈。但是这次我说瘟疫来了，大家自身难保了，你还搞这个，反正大家都是死，谁还怕谁呀？我就是这个说，瘟疫来了，大家都是死，谁还怕谁？这就是把我给惹急了的这个一个原因哈。瘟疫来了，反正都是死，谁都不知道你活不活得过明天哈。所以说不要怕。好，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小平头，因为小平头经常转我的推嘛，我也转他的推。哎呦，小平头他就发了个推我给你们看一下哈。我靠，
国内北京高通律师事务所特朗普总统道歉，海外卡利西在白宫网站发起了要特朗普就中国病毒道歉的联署签名，这是无独有偶，里应外合的节奏。哎呀，我一看，这就联系上了，怎么回事？就和推特上的人联系上了，而且和郭文贵就联系上了。因为郭文贵他不是基督徒嘛，所以说不在我关心的范围之内，而且他的那下边的人也帮我转推，他下边的基督徒当然都是基督徒嘛，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去支持反贼嘛，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这是个人的选择，而且他们也没有来破坏教会，也没有来改变我们的信仰，所以说最主要是我对那个 DT 有好感，所以说我就不关心了。但是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是一个完全是典型的里应外合啊，这是小兵的说的，小兵的然后后来我就一看，我一想，哎呀，这肯定就是他们做的因为他们在推特上是很拉风的他们在推特上非常之拉风，基本上在推特上主要就是扎锅和顶锅的这些东西看起来非常是像他们做的非常像他们做的。因为我看后边我就不贴了，他们又做了一个说英迪跟那个黄河边嘛，黄河边他自己说是反共的，但是他又回国了嘛，当然他也是假基督徒黄河边就说是黄河边的不是他的母亲去世了嘛，就说英迪就跟他去道歉，也是做的2个假推特我就不发了，肯定网上会有。这个我一看，哎呦，这个看起来好像像因为他们玩推特嘛，你就国内的人来玩推特，不是很那么像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是不管他是不是他们的团队发的，但是他们的团队在配合大外宣要川普道歉，这是跑不掉的了当然是谁做的不是我们的责任，那是执法机关的责任你看没有，这个也是做的假推特后来这是后来发假推特，这个就非常之假嘛，一看就假也不像这个真的是像，刚才这个是非常之像好，然后我就跟他们发了个推因为我是希望别人悔改不要继续作恶，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把人往死里整当然这个事情对他们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这个是他们自作自受自己违背了法律如果真的是他们做的，他们自己违背了法律，和我没关系，我只是把这个事实陈述出来我这只是提醒他们，你们摊上大事了，配合大外宣做了假川普推，谁干的去自首吧。他们没有回答，也没有拉黑我。我知道网上的人，一般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卧底一般都拉黑我，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一直在接这个事情嘛。拉黑我的人一定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成员，没有拉黑我比较坦荡吧。但是具体是不是那就和我没关系，我只是把事实说出来然后当时我来说，我发了这个之后就有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呢，他是支持郭文贵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支持反贼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个支持郭文贵的基督徒，如果你是真心支持的话，那你肯定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其他的我不用说太多因为你也不懂，你也没有圣灵的同在，我跟你讲了你也不懂。好，然后后来就有一个人那当时我发了这个后来的推之后，就有一个人呢这就好几天了，就在那个风向论坛，这也是加拿大的嘛，加拿大你看也有这个讨论的嘛。I apologize for my earlier mistake. The virus is a global issue and not specific to any one country. 这就和那个的推文是一模一样的具体的内容我们看，所以说有个人就嘲笑他，你100%的从微信上推特，所以说肯定是在多伦多有很多人收到这个假推特这个假推特造成了什么后果我先说一下，从小处上讲，造成了我们家夫妻2个就是我和我们家的大领导闹矛盾。第二个造成了就是我大领导和他的朋友翻了脸，因为我把他酸了嘛第三个就是从大事上讲，就是煽动
种族仇恨啊，因为他们当然后来有煽动那个印地嘛，那是维族人哈，我说其实就是我们煽动我们当地的华人，哎，就是说有意的去仇视那个川普或者是川普政府。这是煽动性的啊，这是煽动的假的东西煽动的啊，就3个层面：煽动家庭、煽动朋友、煽动本地华人和国家居住对国家的矛盾啊，这是非常清楚，我就不讲了哈，自然有人做理论研究的来讲哈。好，然后我后来发了之后然后就有一些人嘛，我往后面走哈，我说你看我就说了，跳出来反中国病毒。郭文贵主要跳出来反中国病毒，放大和煽动种族仇恨，让海外华人陷于不义和危险，并挑动危害民族矛盾啊，那是关于印地的啊，我就不讲，那不是我的关心的问题。好，然后是这个就看了之后他就给我贴上了就是这个华丰论坛的那个网址啊，封下，然后就这个，后来是这个是。叫共和党的史蒂文·史密斯哈，的那个候选人还是什么，我英语也不是很好啊，然后我对美国的那个政治的结构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很关心政治嘛，他就转了我的推啊，转了我的推之后，他就问说，我猜，我说我得到是真的，肯定不是我的。然后说你怎么看出它是假的呢？因为他一开始就是 apologize 嘛，我当然看不出来有多大的区别，但是我知道 apologize 是非常严重的道歉哈，非常严重的道歉，一般说 I'm sorry 或者是regret 也很严重哈，这 I'm sorry 就很难讲了，excuse me 那就更不是了，就是说打扰了哈。所以说我就说因为不是我的第一推，我的确是验证了的啊，我就查网址嘛，因为这是第一感就觉得他是错的哈，然后他就给我转发了这个他的人很多，好，然后我后来就把这个也截屏了嘛，截屏了，截屏在这儿，因为他就是至少是认同我的看法，没有说是我做假推哈，我没做假推哈，我无法别人来调查哈，我也无法执法机关来调查我哈，当然现在是不是真正是他们的公规团队人做的呢？那不是我的责任，我只是猜测哈，我再次证明我只是猜测，那些是执法机关的责任哈，我是指上这个线索，至少他们的行为特别像在做大外宣啊，我不把事情说死啊，哈，你们自己去向执法部门去解释吧哈，然后我再往前翻，那个人的那个议员吧，是哪个州的？我给他截了屏，说谢谢他。好，这我还是就是这个，就是史蒂文·史密斯哈，非常好，让更多的华人知道这个大外宣事件，让多的华人摆脱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啊！这个是政府对华人的一个控制。作为一个海外的华人，当然你们说我们本能的对原居住国就是出生地有好感啊。作为一个基督徒，走到哪里都不犯罪，在中国也没犯罪，在海外也不犯罪啊。但是作为我们在一个居住国，我们当然作为一个遵守居住国家的法律，而且我们入籍了，就是加拿大人的话，当然是有义务举报或者说制止这样的大外宣事件啊，没有违背法律啊。我们的法律是当地的法律管我们其实在海外不受中国法律的管制啊。这个当时我问过王英牧师哈，我们居住在这儿当然是受加拿大法律管制啊，不受中国的法律的管制哈。我们在这里做的任何事情，中国法律都管不了啊。如果要管，当然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比较赖皮吧，他要管那是他的事。但是作为我们信仰上帝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犯罪，在居住度国家没有犯罪，这就够了。好。所以说我今天呢啰啰嗦嗦把这个过程呢说了一遍，呢，然后我再看一下吧，就是这个推，
他们到底是谁做的哈？我想自有执法机关去管他们。所以说我后来我就把这个给改了。我想那些人因为他们在网络上非常有势力嘛，所以说我现在就把这个把这个假的贴到我的那个首页上面哈，让他们来骗我的人不那么好骗，也吓唬不了我，也吓唬不了我。你们要给政府或者给川普一个解释吧，给执法机关一个解释哈。我再说一遍，不要来骂我，我都非常之生气。我一般是拉黑啊，我现在几乎把所有的拉黑的人都解放了啊。那些不明白的基督徒，那不是我的责任了，我的责任最主要就是吹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啊，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郭文贵他是什么样的人，也不是我做定论的，他只要不来危害教会，不要来改变我们的信仰，我们都不管他啊。所以说我现在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总结一下这个过程，就是开始我收到了一个要求川普道歉的推在微信上，然后我一看就是假的嘛，但是我上去看的那个签名的的确有7万多人签名，然后是假的，然后过一会儿呢又收到了川普已经道歉的，就是这个假推，然后我就给我发推的那个人呢争论了一下之后，我就把他删掉了，肯定就把他得罪了嘛，是我太太的朋友，然后我太太就骂我就上网之后就发现小平头在说是推特上的卡利西发起的那个签名啊，这个签名就是说我们说福德效应，他的签名造成了我和我老婆关系不好，然后又造成了就是我老婆就得罪了他的朋友，其实是我得罪了朋友，其实所以说我老婆就骂我嘛。然后从大的方面讲，就是造成了种族冲突就是煽动我们海外华人和本地的其他的种族的人冲突这是从大的方面讲。当然我们都不是傻子，也不会真正有冲突，但是这种手法就是大外宣的手法。好，其他的没有什么了如果有执法部门的人要来找我，不用来找这个都是资料非常清楚的。我想多伦多有很多人都收到了这个假推特你们最好也不要来找我，我也不愿意和你们打交道你们自己去找资料就行了。我以前还有更多的，我的主要的目的还是推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今天和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因为公会的团队里边有许多基督徒嘛。那些基督徒，我听说有些人是杨建立推荐去的我就不点他们的名了我还是对他们留有余地，因为毕竟大家都在外边讨饭吃不是牧师，不要改变我们的信仰也就算了，但是我希望他们悔改那些跟随郭文贵的基督徒你们要离开他，你们应该是支持我，而不是支持外邦人，明白没有好，今天的节目就做在这里，再见注意防蚊疫